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上周因为家庭旅游暂停了一集，这周补上一个大家可能会很有兴趣的主题，6个月实习退休计划。不少理财高手在提早实现财务自由后，常常还没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曼大建议，与其等到退休后才摸索，不如在正式退休前，先来一段实习退休的旅程。透过实习，实际体验退休生活的节奏与样貌，才能更清楚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。实习时间可以设定为6个月。在这半年里，试着以真正退休的方式过每一天，没有上班的压力，没有固定工时，试着安排你的时间、活动与生活节奏，用心去体会真正退休后的每一天，你想怎么过才会让你感到自在、充实、有意义。很多事情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真正理解的。你可能原本以为自己会喜欢天天旅行，但实际试过才发现，反而向往简单的日常。这就是实习的价值。曼大也建议，在这段时间内养成记账的习惯，把实习生活中的花费详细记录下来，当作未来退休预算的参考依据。你甚至可以试着模拟退休时的预算条件，看看哪些开销是刚需，哪些可以节省起来。这段期间，也可能遇到像川普关税风暴这种突发事件，这正是检视心理素质与风险承受力的好时机。退休不只是资产够用而已，更关系到你是否有能力面对变动、不确定的未来，能稳稳地走过几次股灾，并妥善应对，不惊不慌，那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。也唯有如此，才能安心、稳定地迎向退休生活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实习退休的例子。简大和我年龄相仿，他在38岁时就已经达成财务自由，但他并没有马上退休，而是选择继续工作，累积更多的本金投入投资。直到今年，42岁的他，认为经济条件已经绝对安全，才正式放慢脚步，向公司递出辞呈，开始体验他的退休生活。不过，简大并不是立刻完全退休，他预计用6个月的时间进行一段实习退休，测试自己规划的领息生活是否真的如想象般稳定可行。如果发现和预期有落差，生活节奏不适应，甚至财务压力超出预期，他也不排斥回到职场。对他来说，重新工作不是问题，而这就是实习退休的价值所在。如果这6个月的退休生活一切顺利，那么他将真正确认，这辈子真的可以靠股息收入过生活，安心退休，不再为钱工作。根据他的分享，简大目前每年可以领到约80到100万的股息收入，而他每年的生活支出控制在40万以内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现金流收入是支出的2倍以上，不仅足以维持生活，多出来的部分还可以继续投入投资，滚大资产雪球，打造出真正的被动收入永动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提早退休的案例，阿福的分享。阿福在2020年48岁那年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正式踏入提早退休的生活。他分享了自己达成财务自由的关键方程式，主要有3个重点：投资本金要足够，提高储蓄率，赚到的钱要存得下来，才有能力累积投资本金。选对投资工具。阿福认为，自己能成功最重要的一步是转向价值投资，也再次提醒我们，越早开始投资越有利。和曼大我一样，他主要的投资工具是个股与 ETF。阿福特别强调了记录投资周记的重要性，这不仅帮助他回顾与反思，也有效提升了投资判断力。即使面对卢疫情这样的挑战，他依然稳健地执行自己的退休计划。那么，刚开始退休的阶段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，稳定的经济基础，也就是被动收入的来源，像是60岁的劳退金、65岁的劳保年金，都可以透过劳保局的网站试算，了解未来可以领多少。不过，如果在60岁以前就提早退休，这2笔收入就暂时无法运用，因此规划时要特别注意。阿福建议，退休前一定要养成记账的习惯，详细列出1年中家庭的日常开销，包括手机电信费、瓦斯、水电等固定支出。唯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年度支出，才能在完全依靠被动收入时，不慌不乱地应对每个月准时报到的账单。对曼大我来说，这部分不是问题，因为我本来就有记账的好习惯，对自己的必要支出非常清楚。不过，其实退休后还有一件比现金流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你想怎么过你的退休生活。阿福选择的是旅游，环游世界。那你呢？退休不只是停止工作，更是人生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，最好提前就想清楚你的生活重心会是什么，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，这样退休后才不会失落或空虚。小结这段分享，有足够的本金，并提早开始投资，才能加速达成财务自由。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，若你还没有方向，也可以参考曼大的长期投资策略。拥有健康的身体最重要，养成运动习惯非常关键。阿福在工作时就开始跑马拉松，退休后依然持续。曼大我也一样，每周固定慢跑，和朋友互相督促提醒。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，没有健康，就算赚再多钱也没用。客家谚语说得好，活得越久，
领得越多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身体顾好，人生退休才会过得长久又精彩。想要加速财务自由，曼大有3个好建议，供你参考。第一，提高本业收入，增加投资本金是最重要的。所谓本大利，小利不小，稳健提升收入，才能有更多资金投入投资。第二，探索投资哲学，拟定投资策略，慎选投资工具。投资大盘 ETF 是最容易入门、最简单且最推荐的方式。第三，提升财商知识，破解投资理财迷思。持续阅读与学习，会让你越做越好，赚钱也越来越轻松。针对这3个建议，曼大推荐3个绝对实用的好资源，鼓励大家分配时间，认真学习，努力尝试，确认成效并拟定改善计划。透过循环练习，持续努力，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人回头分享，谢谢曼大当初推荐的学习资源。所谓对症下药，想职场进阶，就要向职场高手学习；想学美股投资，就要跟美股高手学习；想提升财商，就要向财商高手学习；想提高本业收入，花时间好好学习科技工作相关知识，必定能慢慢累积成果，逐步朝年薪300万甚至更高目标迈进。透过不断努力，持续向高手看齐，你会逐渐成为自己期望的那个越来越优秀的自己。第二点是投资哲学。对新手来说，曼大推荐缺优上老师的著作《阿甘投资法》。这本书非常适合入门，多看几次，帮助你建立投资策略，并确认适合的投资工具。书中强调，投资大盘 ETF 是最容易上手的工具，而且绩效表现也相当不错。至于有经验的老手，曼大推荐学习美股的资源，大叔美股笔记，请认明拥有11万追踪者、4.7 万赞数的正版大叔。当你看到我的推荐资讯时，按赞数和追踪者人数通常会比我分享时还高。这里有个重要提醒，请务必小心诈骗粉专，避免追踪到冒名的假粉专或诈骗集团。追踪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，大叔不仅幽默风趣，工作时数爆表，投资绩效更是非常惊人。曼大自评投资绩效大约在 PR80 到 PR90 之间，而大叔的绩效绝对是 PR99 以上。至于大叔有多厉害，就留给你自己去追踪和探索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能学到多少，挖到多少宝藏，全看你自己的认真与努力。第三点是持续学习，提高财商知识。曼大推荐大人哥的书籍和网站，里面有许多优质文章，非常适合学习。我是在2024年6月接触到大人哥的著作《杠杆 ETF 投资法》，越看越觉得像健康丸。大人哥关于杠杆 ETF 投资的观念，在 PTT 上也广受讨论，随助他解答杠杆 ETF 的迷思，越来越多人透过50正2在股市中获利。他的财商知识频道给了我很多启发，帮助我突破不少盲点，让财商水平更上一层楼。我认为这本书内容充实，绝对不输市面上多数投资达人的著作。杠杆 ETF 投资法是台湾第一本专门介绍杠杆 ETF 的书，认真读完的朋友一定能学到如何轻松打败0050和0056的投资方法。透过深入理解书中内容，对于杠杆型 ETF 能否长期投资、杠杆型损耗大、不能长期持有、杠杆型很危险、不能碰、没有配息就不适合投资等迷思都能有全新的认识，获益良多。今天分享这些重要的学习资源，想听听你对这些资源的看法。你觉得科技工作讲怎么样？或者你已经知道美股大叔有多厉害了？还是大人哥早已帮你破除0正2的迷思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我们再一起讨论。诚挚邀请您参考慢好频道会员计划，我以1000万元的示范案例作为频道会员房贷套利影片的主轴，目前刚开始进行布局，规划用3年时间，手把手示范如何一步一脚印往前推进，完整记录整体布局方式与对账单。如果您手上有闲置房产资源，不妨考虑加入慢好频道的专属会员，跟住曼大的示范与操作节奏，一起在股海实战中进行套利。频道中我们会详细说明布局计划，并第一时间公开布局对账单，会员贴文也会同步更新进出场记录，让您掌握最新动态。我们计划采用左侧交易建仓方式，通常买入时股价还会再跌一段，这意味着你有很高机会取得比曼大更低的布局成本。我们采取长期持有策略，正如巴菲特所说，获利在买入当下就已决定。我们追求稳稳取得正报酬，符合资产稳定成长的大局，只要持续维持正现金流，就能达成房贷套利的目标。曼大不会带您进行短线操作，而是以长期投资、稳中求胜的方式，在市场上稳健取得接近大盘的报酬，这样就能胜过 80% 的投资朋友。在频道会员的贴文和影片中，您可以跟住曼大学习如何拟定布局计划，一步步将资金投入市场，耐心等待数年后，成功利用房屋增贷资金来套利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，一起迈向稳健理财与房贷套利的目标。这里是曼好频道，频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动画，每一支影片的制作过程中都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与努力。我们分享的内容绝对是有实用性的。曼大真心希望你能在这里学到实用的知识，
获得启发。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恳请你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朋友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。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。让我们一起教学相长，持续成长，获利共好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